大家好，我是设计师梦游。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家具定制的话题。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在惠灵顿这儿呢买了房，万事俱备，只欠家具就可以入住了。他花了大量时间呢在网络上，在家具店呢来回奔波，寻找他心仪的家具。但他看了越多呢，越糊涂无从选择。这是一种病叫做选择障碍症。那他找到了我呢不是医生我是一名普通的设计师我给他的建议呢只能是，那选不好就别选了，我们可以自己来定制家具。那么这期节目呢，就借着这个项目给朋友们介绍一种新型的家具定制的方式。我会把整个项目过程从设计到生产，项目的价格明细呢都做一个公开的分享。如果朋友们在寻找一种性价比高的定制家具的方式呢，这期节目呢可以给你一些新的思路。有一句成语叫做自如其人，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家具。我们的性格呢决定了我们喜欢什么样的家具。比如说像这样金碧辉煌的家具就一定是 Donald Trump 最爱，就符合他的个性。我那位朋友呢是来自于宝岛台湾在新西兰从事呢留学生顾问工作，爱好美食，爱好咖啡有那么一点点文艺腔。那他喜欢什么样的家具呢？他传给我一些照片让我参考，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张呢照片呢是一款电视柜，距今已经有70多年了。它演变出了很多不同的款式，特色呢是弧形的抽屉拉手，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家具因为有传承，所以呢价格不菲。第二张照片呢是一张咖啡桌是法国设计师上个世纪40年代设计，非常经典的设计师家具，是用木头和钢骨架结合的，非常的简洁。第三张照片呢是一款悬挂式的组合的书架是一位阿根廷设计师设计的，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可以灵活多种的组合，非常适合小户型的家庭。它的价格呢也要将近$1200起因为组合不同，价格不同。看完这些照片呢，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这位朋友得了选择障碍症，是因为他的期待和前代之间呢有落差他看中这些家具都是设计师的经典款价格不菲。那这些家具的风格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 Mid-Century Modern 风格，很多人喜欢把它简化的说成北欧风情非常自然简洁，有很多木头的原色。我给他推荐的材料呢是实木多层板英文叫做 plywood， 准确的说是18厚的桦木实木多层板。桦木多层板的家具呢给人一种温暖安静的感觉。我的这位朋友呢非常喜欢我们在杭州的一个咖啡馆的项目，那个项目呢我们用到了大量的桦木多层板的家具，它相比于实木的拼接板呢性价比高，强度大，不变形，木纹的选择呢也比较多。高品质的多层板呢边缘的纹路非常细腻，非常密实，无需分边，我们开玩笑说素颜也美丽。确定了风格和材料后呢，我朋友的选择障碍症呢就大大缓解了。他的房子不大，在惠灵顿是一个联排的单元，他想要在客厅和他自己的卧室呢定制一些北欧风情的家具，大大小小呢一共是14件，材料选用的是高端的桦木免漆的多层板。因为惠灵顿的房价呢一直在走高他预留给定制家具的预算呢就大大缩减了。我拿到他的预算，我用8个字来概括他的要求，那就是高端定制，亲民的价格。节目最后呢，我会列出他的预算和最终完成的价格明细，朋友们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差距。那目前市面上呢有2种主要的家具定制方式，我把它各自取了个外号一个叫做集团军一个叫做地方军。那集团军呢说的是那些传统的家具厂家他们讲究是规模化生产，有层级分明的销售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做到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呢是几乎不可能的。那地方军呢说的是传统的小木工坊他们往往是用电动的木工工具结合手工工艺呢来定制家具，讲究工匠情怀慢工出细活情怀价更高那这2类定制方式呢，显然从交货周期和价格来说都不符合我朋友的要求所以我们决定尝试一种新型的家具定制方式。整个流程呢，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设计师提供 3D 的设计安装说明以及 CNC 的数位加工排版图。当地的工坊呢，按设计师的加工图呢来切割、打磨、组装家具，最后呢给客户送货上门。它不需要大团队，也不需要规模化的工厂，从设计到生产的过程呢非常直接非常的高效，价格呢也非常透明。那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效果和价格明细。如果朋友们对这类定制方式感兴趣，或者是对我朋友的北欧风情的某款家具感兴趣，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的计划在更新我的网站我会把这些家具的设计图纸呢上传到我这些网站上，跟朋友们做进一步的交流。好了，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